这台网件路由器的型号是 R6300V2。这台路由器他跟我说是，这几天突然间挂了，然后插电的话就没有 WiFi 信号，这个有线的话也连不上路由器啊。然后就给我寄过来了，我这边收到了。通上电简单看了一下，这个电流非常大啊。我们来看一下通电后的这个电流。好，我现在打开这个电源开关啊，打开路由器电源开关。可以看到这个电流的话，现在有1.4安的电流啊，这个电流非常大，这肯定是不正常的。然后我们现在来拿东西量一下吧，看一下主板哪个位置发热比较大啊。好了，现在路由器在通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板上面哪个地方温度最高啊？可以看到这个电源芯片温度比较高，已经到50度了，因为它现在电流非常大啊。然后我们再扫其他地方。这个是内存温度其实不高啊，这是 CPU 温度现在已经到了50度了，应该，然后再来看其他的。好了，经过老师我一番这个扫描啊，我先把电给关了啊。发现这个首先 CPU 温度比较高啊，然后就是这个电源这边这个电源芯片这边温度也比较高啊，这个电源芯片温度比较高可以理解，因为啥呢？因为这个电源芯片它通过的电流比较大嘛，这个1.5安的电流，这个相当大啊，所以说它发热是正常的。这个 CPU 的话，它也在发热啊，我现在电已经断了，它这个温度现在还有47度，说明这个 CPU 肯定是有问题的啊。是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板子上面啊，这个板子上面其实没有这个元器件烧坏啊，或者说不正常的痕迹没看到。那我这边就决定先把这个 CPU 给换一下，看一下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吧。我先把这个天线给拆掉啊，免得等一下干活的时候碍事啊。先把它给拆掉。这个拆的话就非常简单啊，这个就上面就是一个黑色的胶布贴着的，然后把胶布给撕掉，然后把那个天线那个卡扣拿下来就 OK 了。现在呢，我已经把屏蔽这个不是屏蔽罩，散热片已经给拆下来了，然后这个散热片下面是一个内存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内存颗粒真的没必要装一个散热片的，因为内存颗粒它本身在路由器上面的话基本上不发热啊，所以说装这个是没必要的。然后这个 CPU 上面装散热片，这个非常有必要，因为这个 CPU 的话跟 AC680 的 CPU 是一样的，都是 BCM4708A0 吧，应该是。这个发热是比较大的啊。好了，我们准备把这个 CPU 给拆下来。这会儿我已经把 CPU 给拆下来了啊，然后我们等一下通一下电，看一下这个 CPU 拆掉以后呢，电流是不是还是跟原来那么大？如果电流就是0.1安左右的话，这个说明是正常了啊，应该是把 CPU 换了就解决问题了。现在呢 CPU 已经拆掉了啊，我把焊盘也清理干净了。现在我通上电，看一下这个电流什么样的啊。好了，我现在通上电了，看了一下电流是0.16安啊。这个手机转来转去不方便，因为我也没有那个平衡支架，所以我就给大家念一下得了啊。现在电流是12伏，这个0.16安，这个电流应该是比较正常的。我现在来看一下板子上面还有没有那种发热异常的区域，应该是没有了。可以看到现在 CPU 这个焊盘下面是21.4度啊，这个内存的话21.5度，然后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话是22.8度，这个 WiFi 模块26.1度啊，这个 WiFi 是27度，26.9、26.8，不对，这个 WiFi 芯片是22.4度，然后这个的话是22.6度，然后这个上面。这个不锈钢啊，这个测的温度好像是不太准确。这个测温仪的话，好像测这个金属表面的话不太准确。测 PCB 板的话还 OK。好了，我们现在有信心了，准备把这个新 CPU 给支上去，换一个 CPU 看一下。老师，我早有准备啊，拿出来一个袋子，里边有2个 CPU 啊，这个都是好的，我挑一个装上去。现在我已经换好了 CPU，刚才其实有一点忘了说了，就我在量这个
这几个 TDL 管角的时候呢，这个是 VCC 啊，我刚才量的时候这个对地是短路的啊，然后这个 GND 啊，这个对地这个正常的，然后这两个不通啊，这两个刚才量也是不通的啊。现在我量这个 VCC 的话，它对地是不导通的啊，然后我们准备同样电看一下啊，我感觉应该胜算还是比较大的。好，我准备上电啊。好了，这个路由器成功启动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好像有问题啊，这个它在报错，它上面是在报错，这个反复的重启，上面是 warning invalid DDR setting of 这个什么533兆ignored。DDR frequency will be set to 400兆，这是什么情况呀？现在上电以后呢，电流的话看起来是比较正常的，大概0.4安左右，0.40安左右。这个，但是它现在反复在重启，我看先把电源给关了啊，要不然它这个反复在刷屏。它现在我看到有一行是 waiting for reset button release 啊，这个应该是等待这个复位的按键那个松开，这个我感觉要么是闪存芯片里边的数据有问题，要么就是说这个换了这个 CPU 可能还解决不了问题。他认为这个这个按键啊，这个复位按键是按下去了，实际上并没有啊。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跟 CPU 有关系啊，但它肯定不是硬件的问题，因为硬件的话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按键的话按下去是有一个接触的声音的啊，这是能听到的。这个按键物理上是没问题的。说实在的，我现在就在想，这个 CPU 到底是要不要再换一次呢？因为这个路由器本身的价值真的已经，没有必要去这么大费周章的去修它了啊。但是，搞了一半了啊，这个如果它还是短路的话，我直接就不搞了。但是现在它已经不短路了，所以说搞得我也很郁闷。是继续干呢还是不干呢？想了一下，我觉得还是重新换一下吧。正好我这里还有另外一块 CPU 啊，把这个 CPU 给装上去看一下。如果那个故障跟之前仍然是一样的话，反复刷屏重启，那我真的就不修它了，因为可能确实是一个疑难杂症啊。我刚才把内存上面的散热片给它去掉了，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没什么用。再贴一个散热片还耽误这个维修这个 CPU， 因为它容易干扰啊，占空间比较大，很悲剧啊！我换了一个 CPU 上去，结果呢故障依旧，跟刚才那个重启和通电以后那个刷屏是一样的啊。这个看来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的话，我在想这个到底要不要修了啊？因为这个路由器板子已经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我现在量一下这个复位按键上的这个电压啊，这个管角的电压，可以发现，在重启的时候呢，这个管角瞬间会掉电到0.6伏，然后又恢复到一个高电位。这个应该按键按下以后呢，它默认是高电位啊，按键按下以后它就变成低电位了。这样的话，系统就认为这个 GPIO 这个管角就已经被按下了，它就会执行这个复位的动作。但是现在的话好像也正常呀，这个管角这个按键在物理上面是正常的，所以说我也搞不懂到底什么情况。而且这个管角是直通 CPU 的，不可能我两个 CPU 都是坏的呀。我刚才实在是没办法，我就把这个芯片给它取下来了，重新拿了一片再写上数据装上去啊。现在我发现居然正常了。这个维修过程中啊，看来很多这个机主说的话真的不能全信啊。他跟我说这个路由器是正常使用中，就坏掉了。然后我收到以后看了一下，确实这个电流非常大，这个符合他说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当我把 CPU 给换了以后呢，发现故障还没有解决啊，就它不断的出现那个刷屏的那个窗口信息。这个刷屏的话，实际上是在反复的重启，就是表现出来就是那个 reset 的按键，被默认的按下了，实际上它并没有被按下，只是说
路由器固件包括 CFE 启动的过程中检测到了一个reset 的按键已经处于一个被按下的状态，其实是 GPIO 的电瓶的问题啊。但是呢，当我拿万用表量的时候，发现这个GPIO 管角的电瓶并不是说一直处于一个高电瓶或者一直处于一个低电瓶啊，说明而且这个管角是直通 CPU 的，我连换2个 CPU， 它不可能2个 CPU 都是坏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基本可以排除。老师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所以就想这个是不是说它闪存芯片里面的数据是有问题的，然后就换了一片写了一下数据，发现哎问题居然解决了。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我实在搞不懂为啥这个路由器数据已经坏掉了，这个闪存芯片里面的数据已经坏掉了，这种情况下它怎么能正常使用啊？然后但如果说它本身是正常使用的，它坏掉了以后它也没办法去刷这个芯片的，而且这个芯片的话我看了管角什么的都没有焊过的痕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比较神奇或者说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也搞不懂。好了，我现在再重新上电啊，我们来看一下启动的这个信息。由于这个 CPU 上面还没装散热片呢，我不能让它工作太长时间，就大概看一下得了，免得等一下把 CPU 再给干坏了，我就悲剧了。好了，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过程啊，它已经正常的启动了。可以确定这个闪存芯片里边它的这个数据肯定是坏的，我怀疑它刷了其他机器的 CFE， 但是问题是机器如果已经坏的情况下，它怎么把这个坏的 CFE 又刷到这个芯片里面去呢？我是搞不懂啊。不管了，反正现在这个路由器应该是问题解决了。我现在把散热片装上去啊，因为没有散热片它不能工作太长时间的，等一下温度会非常高，可以拿这个东西来看一下。现在已经40度了啊，这个哎。看看，现在已经，现在已经38度了，不能让它再工作了。现在呢，我把散热片已经给装上去了，这个内存上的散热片我就不装了，这个完全是个没用的玩意儿啊，这个我就不装它了。然后现在已经通好电了，这个可以看一下路由器已经正常工作了啊，我现在。拿一手机啊，搜一下这个设备的 WiFi， 可以看到这个网键还有这个网键-5G 这俩没加密码的 WiFi 呢是这个设备的无线信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路由器的界面啊，等一下焦距。好了，这是这个网键的固件的界面，这个是梅林固件啊，这个6300V2，然后那个现在已经互联网状态已经连接了，这个弯口已经连上了，我现在打开网页看一下。好了，这个网页可以正常打开。然后这个路由器应该已经修好了啊，这个其实非常的郁闷，因为中间连续换2个 CPU， 问题都没有解决啊，就本来就想放弃了，然后把这个想是不是闪存芯片的问题，把闪存芯片给换了，它居然就好了，这个很多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奇葩啊。突然间就想起一句话，这个你一直认为的事情，可能真相并非如此，真的是这样的。我一开始就觉得换了 CPU 以后，哎，这个应该就正常了，结果它就不行。然后因为 CPU 坏了，就或者说 CPU 没焊好，就一不做二不休，就又换了一个 CPU 上去。结果呢，问题故障依旧啊。感觉这个路由器已经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实在也想不出来有什么可以修的地方，或者说靠谱的解决方法。后来想一下，这个既然是固件一直没法正常启动。是不是他刷了一个错误的这个 CFE 进去啊？结果试了一下，还真是。但是有个问题始终是没搞明白，因为他告诉我这个路由器是正常使用过程中坏掉的。如果是 CFE 已经坏了，这个或者说他已经刷了不适合这个机器的这个 CFE， 这个机器压根就不能启动，它怎么能正常使用过程中坏掉呢？如果说这个路由器坏了以后，它刷了 CFE， 但这个路由器坏了以后电流非常大 ，TTL 完全没有输出，路由器完全不能启动，它如何把这个 CFE 无损的刷进去呢？我是搞不明白啊。我等一下再问他一下吧，看这个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好了，这个路由器的维修呢就拍摄到这里吧。这个感谢大家的观看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